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李沁首演仙侠剧《咸鱼飞升》，冷傲仙子这次真能打破仙侠套路。听说李沁要演仙侠剧了，还是修真界第一美人。这消息一出，热搜直接炸锅。毕竟这位姐的古装造型，从庆余年的鸡腿姑娘到请君的侠女，次次美出新高度。但仙侠赛道倒是头一回挑战。不过仔细一瞅角色设定，嚯，这次可不只是仙女下凡那么简单。她演的妙烟仙子，前世是个无感情 AI 工具人，重生后突然觉醒开大号，抡起琵琶当武器，一边搞事业一边撕标签。这剧情怎么嗅出一股仙侠版楚门的世界内味儿了？先别急着喊又是三生三世虐恋咸鱼飞升的编剧显然在下一盘大棋。妙烟仙子的人设堪称反套路先锋，前世被师门驯化成墨的感情的打卡机器，日常任务就是给男主使绊子，重生后却突然觉醒自我意识，愣是把剧本杀完成开放世界。那句今朝弦断金龙破的台词，配上他抱着琵琶踏月而来的路透画面，破碎感和杀气直接拉满。你以为他是靠脸吃饭的花瓶 NPC， 人家可是能用琴弦歌喉的真狠人。更绝的是剧组给李沁的造型 buff， 白衣飘飘是仙侠标配。苍兰诀团队偏不，路透里那件看似素净的长裙，衣襟处暗绣流云纹，琵琶上镶嵌罗甸雕花，转身时隐约透出淡金色暗芒，活脱脱把非遗展穿身上。难怪网友辣评，别的仙子打架甩水袖，这位直接开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奏会。至于李沁的表演，光看路透里那个3分讥笑7分薄凉的眼神，就已经脑补出10万字黑话不需要烟熏妆的爽文剧情。但别以为这剧只会搞美强惨那套，它真正的大招藏在世界观里。当别的仙侠剧还在卷四海八荒第一战神咸鱼飞升，男主王鹤棣演的宋钱基，开局就把躺平哲学贯彻到底。别人修仙靠氪金买灵丹，他偏要种菜养生，仙界大佬画饼谈 KPI， 他反手掏出仙界劳动法。好家伙，这是把00后整顿职场的架势带进修真界了。而李沁的角色觉醒后，更是专治各种画饼 PUA， 一边撕毁工具人剧本，一边和奋斗 P 女配合青青花式掰头。这哪是什么狗血雌竞，分明是当代年轻人反内卷的修真界分卷啊！不过要说最大胆的操作，还得是剧组敢拿无 CP 当卖点。原著粉早就放话，妙烟和男主的关系比甲方乙方还塑料，前世互相捅刀，今生联手拆系统，主打一个爱人不如爱自己。但偏偏预告里两人隔空对望的镜头，李沁眼角一滴泪将落未落，王鹤棣抬手欲触又止，愣是把 B 美学玩出赛博朋克感。这年头，连仙侠剧都开始搞成年人爱情点到为止了。当然争议也不是没有，有人担心特邀主演的番位会让李沁戏份镶边，但看看剧组放出的武器设定就懂了。妙烟的凤凰台琵琶既是乐器又是法器，阴功招式叫焚心破局，大招名叫归去来兮。好吗？光看技能名称就知道这是隐藏大 boss 的配置，哪是什么工具人女配。更何况李沁采访里透露，为练琵琶手部特写，生生磨出3层茧子，这敬业程度，怕不是要复制一代宗师里章子怡的宫二奇迹。咸鱼飞升的野心显然不止造个爆款。当仙侠剧困在恋爱循环里打转，他偏要探讨系统困局下的个体觉醒。当观众看腻了10集美颜滤镜，他反手祭出非遗工艺加持的视觉体系。或许真如网友预言，这剧要是成了，仙侠剧从此要分公元前和公元后，前者忙着3界谈恋爱，后者开始思考我是谁。
所以问题来了，当李沁抱着琵琶从爱傀儡变身人间清醒，当王鹤棣用种菜对抗修仙内卷，这波反向操作是能炸出仙侠新蓝海，还是沦为盖面噱头？别的不好说，但光看李沁路透里那个把琴弦当刀使的眼神，我赌5包辣条，这次他真能美到观众心坎里，还顺带劈开仙侠剧的次元壁。